前川普对于委内瑞拉动作真的很多，而且呢，川普他打着是要这个打击毒贩的这种旗帜哦。那尤其他锁定是委内瑞拉的贩毒核心马杜洛，现在急着向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以及伊朗来求援了。好，细节部分呢，带你来关注是这个《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已经锁定了委内瑞拉境内跟这个马杜洛的这种政权贩毒关键目标，而且川普直接升级所谓的反毒行动，将这些贩毒集团定位为非法战斗人员，而且呢，他还考虑要空袭毒枭集团的枢纽、港口、机场以及军事设备。好，有人觉得他呢其实是要试图这个要控制这个委内瑞拉摇摇欲坠这个经济核心的油田，背后目标可能是油田。而且呢，这一回美国对这个委内瑞拉的这种打击行动算是这个在加勒比海集结的这种规模，是1994年干预海地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好，还有另外一个细节提供给大家这个有人形容呢，这个美军部署的这种重兵实在是太多了，1万美军来到了委内瑞拉附近，还有包括了他们很多这种新型的比较先进的轰炸机等等也都来了。先来关注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来了 ，B1B 轰炸机来了，好，还有驱逐舰也来了。另外，川普之前就承认了，他们中情局 CIA 他已经授权给 CIA 秘密行动，好，这个授权已经敲定了。而且呢，委内瑞拉境内打击目标也已经锁定了。目前看起来，在委内瑞拉美军的态势箭在弦上，好，那停留在围而不攻阶段。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请教李将军。我认为这次来讲的话，如果纯粹就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是美国是在胡闹一场。胡闹啊！对，他真的是在胡闹，因为所有完全违背所谓战场用兵的原则。是。当我们知道说美国来讲，川普对委内瑞拉，他主要目的是要让马杜罗下台了。那大概美国对他所谓的这种这个拉美地区，大概不外3种手段。第一个来讲，他用军事的威慑用军事来讲加大他的力道。对。第二个来讲的话他会用经济来讲的话做这个诱惑我们比如说看他对这个阿根廷来讲的话，他就说我提供你多少钱，那如果说你们投票继续这个投这个米莱的话那我就把这笔钱拨给你们。可以讲他一直都是用这种经济手段。第三个，他会用政治颠覆的手段来对付中南美洲，只要是左派这些国家跟他理念不合的，我们看到很多他都是用这个在这个政治上采取所谓秘密颠覆的手段。那这是很明显的，我认为川普的目的他倒不是说是真的，绝对不是要缉毒。如果说要缉毒来讲的话，你应该用这个警察、海湾防卫署这些力量来执行这个任务。那他居然用的是军队那第二个来讲，我认为他也没有那个能力直接将这个委内瑞拉整个占领，他也不太可能。那唯一一个，我认为他是在政治上面，他想要借着军事压迫的力量，将马杜罗让他自己能够宣布下台，然后扶持一个这个亲美的一个政权，这是他主要一个政治的一个目的。那依据这个政治目的，他才采取军事手段。但是我认为他军事手段来讲的话，很明显的错误了。我们试想如果说之前美军用这种手段对付哪些国家？第一个，他对付过巴拿马那时候将巴拿马诺雷嘎来讲的话，将他捕捉。可是你要那次的行动主要是这个他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用奇袭的方式。那这是有没有奇袭？没有奇袭。第二个来讲的话，他曾经借着军事手段推翻的是这个伊拉克的总统海珊但那个时候他整个大军，整个联合所有全世界的国家，虽然说假借着一瓶假的所谓洗衣粉，借着这个理由了但是他最起码在获得联合国的同意，然后集结大军。那次作战，这个他总共集结了多少部队呢？他总共集结的部队，总共花了3个月，他才完成他的战备集运然后整个虽然说在100个小时就这个将海珊政权整个推翻掉，打了胜仗，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是整个完成在法律上面，在获得联合国的这种同意是联军的一个行动。第二个来讲的话，他集合了整个大军才开始行动有了完整的后勤的体系。但这次来讲，
我们看不到这2个动作。第一个，你丧失了奇袭的先制性，虽然说你这次军队动用的很庞大，可是你已经丧失了奇袭性。第二个来讲的话，你这些军队这个如果说已经在海上部署那么久，那我们会认为说是你的后勤能力来讲的话，资源还是不足的。虽然说你现在动用了，而且你是逐次用兵，从一开始的话只是一个这种驱逐舰，顶多就是一艘2栖攻击舰。那我们看到它逐次不断的投入这边兵力，航母都来了。但是你知道，在军事用兵来讲的话，讲究的是事显节短，然后立刻集合很大的大军，然后采取很快速的军事行动将你击灭。但是我们看到它一段不停的这种原来是一艘2栖攻击舰，然后一个这个驱逐舰的战斗群，然后现在来讲，后来又加入 F-35战机，然后现在又加入 B1 的轰炸机，好，然后 B50轰炸机，现在连这个福特号都来这边。所以在军事上面，这叫逐次用兵，逐次投入兵力，这是兵家用兵大忌。那现在搞了2个月，试问一下，这些官兵在海上，你要知道那种心理精神压力来讲的话，对他们会是很疲累的。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时候，我个人认为说是包括美军，包括赫格塞斯，现在是一种大家不要认为说美军很强大，他是骑虎难下，是他要鸣金收兵也很难看，对全世界也没办法交代。他继续用兵来讲的话，他如果说真的军事行动，他也不见得才能够占到多少便宜。尤其是现在来讲，国际局势，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哈，这时候已经提供委对他很多的防御武器。当然，最后一个关键哈，我们要看马杜罗自己可不可以撑得住。可以撑得住的话，我跟你讲，这个川普他们美军应该是灰头土脸的鸣金收兵。那如果说马杜罗撑不住，然后被这个军事的威慑所震慑住，然后他愿意自己这个流亡出国来讲的话，那就达到川普的目的。那后续怎么样，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拭目以待。而且您看到这一回，这个川普呢，他是在这个委内瑞拉附近呢，算是已经部署了重兵，1万美军都已经到了。你看航母来了，然后很多的这种战机也都这个最近传出，光是这个美军的战机哦，已经第4次哦抵达了委内瑞拉附近的这个近海来这个盘旋哦。那这个也让委内瑞拉压力很大。不过看起来美军的部署雷声大雨点小，始终围而不攻，到底是为什么？有人说里头暗藏典型的川普收割逻辑哦，好，是不是有所谓川普一箭3雕的这个算盘呢？比如说，透过军事威慑要逼迫这个马杜罗来下台，扶植亲美的政权上台。那美国深度介入美国的石油生产、运输、炼化等等的关键环节。那同时呢，美国也能够掌握这所谓的能源利益分配哦，替美国优先政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好，另外一头，美军更大的动作哦。那有人说呢，这一回美军在委内瑞拉部署哦，可是30年来这个最大规模。那这个另外一头，它还要重建，在这个波多黎各东岸的这个地方要重建已经关闭20年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目前已经被拍到了，从这个空拍画面或是卫星图像都能够很清楚看到，目前已经进行了所谓的这种跑道整修，好，这种帐篷搭建、航空设备升级等等哦。那这个地方哦。距离委内瑞拉本土800公里远哦，那看得出来美军动作频频。为什么川普这么针对委内瑞拉呢？那当然哦，也让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哦，他的这个总统哦，压力很大哦。那同时呢，他也是号召了这委内瑞拉他们所谓的这个民兵，几百万民兵，时刻准备好要来对抗美国。我们来请教这个介正老师，介正老师怎么看这川普哦，是不是有所谓的美国剧本在里头？如果我们从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来看，尤其是2.0，他把这个我自己叫做扩张型的孤立主义。换句话说，他就任第2次上台的时候，他说他要把加拿大变成51州，他要从丹麦拿那个格陵兰，然后要巴拿马运河，要收回或者是影响。那他还说要重返阿富汗啊。对，女军事基地。所以我觉得他是在把所谓的美国的势力范围，或者是说我们叫做堡垒美国 （Fortress America） 把它扩大。那委内瑞拉就在哥伦比亚，这兄弟2个国家都是贩毒高手啊。那贩毒打击毒枭是一个
美国政策的一个重点，包括跟中国大陆就在谈那个芬太尼的事情。是。那但是打击毒枭，那个毒枭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历任美国总统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他对于美国军队的使用，就诚如刚刚郑杰兄讲的哈，就是他对于美军军队的使用，他的逻辑跟人家不一样，他连国民兵都可以派去美国自己的城市啊，执行这种执法的任务。所以一个是他对美军的用兵，另外一个我觉得他借由不管是不是虚张声势，他没有他最多就是叫马杜罗下台嘛，那他不可能去占领。第二个，我们不要忘记，川普从第一任期开始他就非常自豪，就是不让美国子弟兵到海外作战，所以他不管集结多少地面部队，我个人认为地面部队开进去的那个几率很低很低，那海空或是飞弹的这种攻击比较有可能。那重点是在哪里？委内瑞拉的石油啊也没有多到因为它的这个油质的关系它的产能现在的产量并不是很大，当然是因为受到经济封锁等等的影响。可是我觉得以美国自己的石油产量来讲，它没有马上要去掠夺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需求，所以从这个几个层次切起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政权改变，换人执政他换亲美的势力。第二个背后的大图像我看到就是美国对整个美洲，包括北美、中美、南美，他希望能够巩固他自己的影响力跟势力。那至于说练兵的话，其实美军现在有很多地方妥善率都不是很好，那去集结用兵，我想对美国国内对于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在中南美洲的影响力，它有多重作用集结在一起。大家好，我是主播林家远。生活压力大，失眠、浅眠是现代人常见的烦恼。许多好朋友告诉我们，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帮助睡眠品质。现在进一步推出晚安加强版，添加首创最适合台湾人体体质的天然 GABA、色氨酸、茶氨酸、香蜂草4大天然草本，帮助睡眠的配方，强化睡眠，全期都起到放松舒眠的效果。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本身含有台大专利授权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8种专利菌。首创益生菌、益生元、后生元黄金3角配方，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异常细胞风险的好朋友，可以选择原版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它添加有超级食物、羽衣甘蓝，健康再加分。而有睡眠困扰的朋友，赶快选择蓝色包装这款晚安加强版，绝对更有感。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保养，实现睡眠自由，身体轻松无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输入推荐码有额外折扣。